太上老君由来及传说上，太上老君又称老子、道德天尊、太上道祖、混元老君、降生天尊、太清大帝李老君等，是道教中地位最高的神祇之一，并且是三清之一。三清是道教的最高神灵，包括玉清元始天尊、上清灵宝天尊和太清道德天尊及太上老君。太上老君的形象一般为白发白须的老者，身穿道袍，手持拂尘，他常骑着青牛，乘坐八宝金辇，遨游于天地之间。在道教的经典中，太上老君的法力无边，能够呼风唤雨，移山倒海，起死回生。他经常显灵救世，普度众生。他的历史与传说充满了神秘色彩和丰富的文化内涵。老子姓李名耳，字丹，一般认为生于公元前571年，卒于公元前471年。老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，他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老子所著的《道德经》被视为道教经典之一，对中国哲学、宗教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道教的传说中，太上老君的降生可谓是天降祥瑞，异象频生。据说在太上老君降生之前，天空中出现了许多奇异的景象，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，天空五彩缤纷，地动山摇，百鸟齐鸣。太上老君的母亲是一位名叫玄清元君的仙女，她原本居住在天界，但奉玉帝之命，下凡到凡间寻找降生太上老君的宿体。玄清元君来到楚国的苦县，找到了一户姓李的人家。李家夫妇世代善良，乐善好施。玄清元君看中了李家妻子，便化作一道流星，落入了他的口中。李家妻子怀胎81年后，终于在一个2月15日的早晨，生下了一个男孩。这个男孩生下来时已经是白发苍苍，因此人们称他为老子。老子的降生立刻引起了天地的震动。九天玄女率领天女下凡，为老子沐浴更衣。玉帝也派人送来了仙衣仙冠。老子降生后，立刻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，他能够言行举止，而且能够预知未来。老子出生的地方立刻涌现出一股甘泉，这股泉水可以治病救人，附近的老百姓都来饮用这股泉水，都得到了治愈。老子的降生为整个世界带来了祥和，人们都说老子是天降圣人，是来拯救世界的。在道教的经典中，太上老君是道的化身，道是宇宙的本源，是万物的起源，因此太上老君被称为道祖。太上老君的降生是道对世界的启示，他向人们传授了道的真理，帮助人们解脱苦难，走向幸福。老子在世时并未创立道教，而道教的形成是其后世信徒对其思想体系的不断发展和丰富的结果。道教尊奉老子为太上老君，认为他是道教的始祖和最高神祇。道教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，其主要教义源自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和庄子的思想。道教注重修身养性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，以及追求长生不老和精神的超越。相传太上老君的修炼处老君山位于中国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城东3公里处，为伏牛山主峰，原名景士山。唐代因为相传老子曾到此归隐修炼而易名为老君山。
主峰玉皇顶海拔2200米，山上的老君庙始建于北魏。2012年1月9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授予国家5A级旅游景区称号。老君山不仅以雄伟壮丽的自然风光著称，更是道教名山，已有2000多年历史。相传东周时期，道教始祖李耳及老子在此归隐修炼，被尊为太上老君。北魏时期为作纪念，在山上建立了老君庙，历史上有曾多次损毁重修。唐朝时，唐太宗李世民曾重修老君庙，还赐下御笔亲书的匾额“天下名山”。老君山的自然景观以其险幽著称，景区内群峰竞秀，万壑争流，森林茂密，植被丰富，有华山之险、泰山之雄、衡山之秀、黄山之奇之称。主要景点包括玉皇顶、老君山主峰，海拔2200米，是观赏日出、云海、佛光等自然奇观的最佳地点。老君庙始建于北魏，是中国道教全真派的发源地之一，有天下第一老君庙之称。金鼎，相传老子在老君山炼制仙丹时，不小心打翻了丹炉，丹炉掉落的地方就形成了现在的金鼎。金鼎位于老君山顶峰，是老君山最神圣的地方，供奉着太上老君的铜像。望夫石，老君山望夫石传说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，讲述了一位妻子为了等待丈夫而变成石头的故事。相传在很久以前，老君山脚下有一个名叫王小翠的女子，她嫁给了一个英俊善良的农夫，名叫李大郎。李大郎娶妻后，为了生计，不得不离家外出打工。王小翠在家中含辛茹苦地等待丈夫归来。一晃几年过去了，李大郎仍然杳无音信。王小翠每天都登高望远，盼望着丈夫能够早日回家。然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李大郎始终没有出现。王小翠渐渐失去了希望，她每天都坐在老君山山顶，望着远方的天边，等待着丈夫的归来。她的眼泪日夜流淌，最终化作了2道泉水。有一天，王小翠终于支撑不住了，她倒在了老君山山顶，化作了一块巨石。这块巨石就是今天的望夫石。望夫石高约10余丈，形状酷似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。传说中，王小翠怀中的婴儿就是她与李大郎的孩子。望夫石的故事感动了后世的人们，它歌颂了忠贞的爱情和伟大的母爱。在道教的传说中，太上老君是炼丹术的鼻祖，他炼制出了许多仙丹妙药，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炼出了9转金丹。炼丹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过程，需要经过严格的准备。首先，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炼丹炉，炼丹炉的材质和形状对炼丹的结果有很大的影响。其次，要准备好炼丹的材料。炼丹的材料包括各种药材、矿物等，这些材料必须经过精心挑选和处理，才能用于炼丹。最后，还要准备好炼丹的燃料。炼丹的燃料通常是木炭、松脂等，这些燃料必须能够提供足够的热量，才能维持炼丹的过程。炼丹的过程一般分为9个步骤，称为9转。每个步骤都需要经过精密的控制，才能炼制出合格的仙丹。第1转是采药，采药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，才能采到具有药效的药材。第2转是洗涤，
洗涤是将采来的药材进行清洗，去除杂质。第三转是切片，切片是将药材切成小片，以便于后续的加工。第四转是炒制，炒制是将药材在火上炒制，以去除水分和杂质。第五转是磨粉，磨粉是将炒制好的药材磨成粉末。第六转是合药，合药是将各种药材粉末按比例混合在一起。第七转是装炉，装炉是将和好的药物放入炼丹炉中。第八转是炼丹，炼丹是将炼丹炉中的药物加热，使其发生化学反应。第九转是出丹，出丹是将炼好的仙丹取出。炼丹的结果有成功和失败两种，炼丹成功可以炼制出各种仙丹妙药，这些仙丹妙药可以治病救人、延年益寿、百日飞升等。炼丹失败则会导致炼丹炉爆炸，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太上老君炼丹是道教传说中的一个重要故事，它反映了道教追求长生不老的思想，也体现了道教追求真理的精神。